新手保护期结束后，真挑战才开始。你下载了一款超热门的手游，登录第一天就爽翻天，系统狂送虚宝，抽卡必中5星角色，升级超快，一个小怪几千经验，剧情一路自动通关，根本不用动手，甚至还有新手保护盾，别人打不到你，你怎么打都不会输。你心想，哇，这游戏也太佛心了吧，每天都想登入，感觉自己快成大神了。但就在你进入第8天、第14天，或者所谓新手期一过，突然伤害大幅下滑，怎么打都不过关，钱变难赚，装变变贵的离谱，怪变强，副本要组队，还容易灭团。更残酷的是，保护盾没了，有人可以打你了。你这才惊觉，原来我之前过的是天堂，现在才是真正的江湖。人生是不是也一样？当我们刚信主，刚开始走信仰道路时，好像一切都很顺，祷告立刻蒙应允，读经有感动，敬拜会流泪，小组大家爱你，拥抱你，说你有属灵恩赐。但某一天开始，你发现祷告好像没声音，灵修开始干渴，教会生活开始出现冲突，信仰变成一场真实的战场。你开始怀疑，我是不是走错路？是不是不够爱主？是不是神离开我了？别慌，不是神不爱你了，是你的新手保护期过了，他要你进入真正的成长模式。小时候学脚踏车，一开始是不是有辅助轮，或者是爸妈在后面扶着你跑？你以为自己骑得很好，其实根本是他们帮你撑着，但有一天他们放手了，你跌倒了，哭了，气地说，你为什么不扶我了？但爸妈知道，如果一直扶着你，你永远不会真正会骑。这就像属灵的新手期，神特别的呵护你，赐下恩典，让你感受到满满的祝福，是为了让你有信心往前。但如果神永远不放手，我们的信仰会停留在靠感觉，而不是靠真理的阶段。新手保护期是为了你能面对保护期过后的真实世界。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是不是一开始也像进了新手期呢？红海分开走干地，帅爆，每天天上掉下玛纳，根本免煮料理，有云柱、火柱导航， GPS 系统开好开满，摩西随时帮你求神，问题都能解决。但过了不久，他们就开始抱怨，为什么没有水喝？为什么不能吃肉？为什么要让我们在旷野里死？他们搞不懂，出埃及不是终点，是起点。出埃及只是重生，进迦南才是得胜。而中间必须穿越的就是旷野，也就是信仰的新手保护期结束后的挑战阶段。
申命记8章2节，神对百姓说，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，是要苦练你，试炼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不是神丢下你，而是神要锻炼你的内心与信心。很多人一旦感受不到神的及时回应，就开始怀疑，我是不是不属灵了？神是不是不在了？是不是我做错什么？他不理我了？但你要知道，这就像游戏中打 BOSS 的时候，老师不会在考试时讲话，因为他相信你已经预备好了。有时候神的沉默不是因为他不在，而是因为你正在一场信心的测验中。神不怕你问问题，也不怕你流泪，但他想要你从依靠他的恩典进入与他同行的信实关系。有一位姐妹刚信主时，每次祷告都灵火满满，连坐捷运看圣经 App 都会眼泪狂飙。她以为这就是信仰的日常，直到她进入职场后，工作压力大，主管难搞，晚上加班到没时间聚会，祷告了半年求转职，毫无回应。他开始怀疑，是我信错了，是不是我不够属灵？有一天，他忍不住在电梯口哭了出来。但就在那天，一位他平常很少说话的同事悄悄地走过来说，我注意你很久了，你跟别人不一样，能跟我分享一下你的信仰吗？那一刻，他才明白，神不是不听他的祷告，而是正在用他沉默的坚持，成就别人生命中的奇迹。手机游戏最难的，不是跟别人 PK， 而是继续刷同一关卡而不气馁。失败后还能再站起来，看着别人超神，自己还在苦练，却不比较。当所有辅助拿掉后，人选择相信系统，相信游戏会给你回报。信仰也是这样，真正的挑战不是打败别人，而是持守你对神的信靠。哥林多后书4章8到9节说，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，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，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，却不致死亡。这不是一场舒服的游戏，而是一场能改变你灵魂的历练。结语，新手期结束不是灾难，而是邀请。当你发现自己信仰不再靠感觉走路，而是靠信心前行，恭喜你，新手保护期过了，你要开始真正成长了。不要害怕挑战，不要逃避旷野，不要误会神的沉默，那不是神不爱你，而是他正在为你打造成熟的灵命。你不再是只会靠祝福存活的新手村勇者，你是能够靠信心站立，与主并肩作战的属灵战士。